嗨，歡迎收看週末黑手黨。上次我們不是把這一堆工具牆完成了，然後我還有幾樣東西覺得太麻煩了，在我們苦苦思考我們要怎麼下手的時候，我們的救星來了。我們廠商寄了一台 3D 掃描機給我們，而且它這一台聽說非常厲害。像這一台啊，我們之前用的 3D 掃描，我們之前不是掃描一個完整的帶鋸機啊，因為它幾乎都是黑色的，然後用這個直接拍啊，是拍不出來的，所以我們就導致我們在後面貼了一堆膠帶之後，才把那個形狀掃描出來。然後這台號稱它可以處理掉黑色的東西，這東西這樣子我一定非常感興趣嘛。啊，以前想要掃描這個啊，這裡有黑的，有紅的，然後用這一台掃描，基本上你只會得到這個紅色的輪廓而已，所以我一直沒辦法往下做，所以廠商就寄了這一台，麻煩我評測，所以這不就來了，我們就來掃描這個東西，那我們就先把它打開一下，來研究看看。哦，對，來開了。哦，小巧，好像一只手可以掌握這樣子。來，哇，這次不錯，這次附了一個收納箱，這樣拿起來看起來就很專業。那我們來看裡面有什麼東西。好，來這裡一個轉台，然後主機，這次很小哦，這次非常小台。好，就長這樣子。所以手可以這樣扶着，然後附一個三腳架，然後這次附了一顆電池，這顆電池多大？這顆電池是2900米利安，應該堪用啦。如果不夠，再用行動電源就好了。只是說它這個厲害的地方是它這個可以把它當成它的把手，直接鎖在上面。就可以這樣拿着直接掃描，因為這個看起來應該就是沒有電池了，因為這個小台的。好，這已經拿出來是這個樣子，那我們就實際來測試看看。好，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掃描機到底有哪一些功能，然後我們就從軟體裡面來看。首先，它有一個特徵拼接啊，特徵拼接裡面有3個模式，一個是全域 HD， 就是全場都是高畫質的，然後還有一個快速掃描，這個聽它的名字就是可以很快，可能就是距離拉比較遠，然後快速把一些特徵直接抓進去。啊，還有混合 HD， 啊，應該就是把這2種模式把它混合在一起混合使用，可能可以得到相對品質好又快速的成品吧。好，那我們就先來測試看看。好，那我們先來試全域 HD。好，我們大概快速掃描一下，然後就看這特徵，然後它像它後腦勺這邊頭髮非常的茂密，然後掃起來看起來就是都差不多，就是該有的細節都有出來。好，那我們再來試試看那個快速掃描模式。好，然後快速掃描看起來就是特徵有比較糊一點。有一些地方都被抹平的感覺，就是那個凹凸的感覺沒有。好，那我們來試試混合 HD。好，然後這個混合 HD 就看起來就是介於我們 HD 掃描跟快速掃描之間，就是特徵保留的相對比較多啊，因為它在掃描的距離也比較遠一點。所以相對來講，可能就是我們在掃比較大件的物品的時候，快速掃描的就不用花很多時間去掃描。好，剛剛這樣子是小東西，我覺得看不出它那個快速掃描的差異，因為東西很小，我轉一圈就好了。那我們就試試看這個大的東西。好，那我們就開始實測。這個，好，這樣，好，所以這個整個我已經把它轉換完了，然後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就是快速掃描很適合，就是說你大概要抓一個相對的尺寸，就是你不需要很精細，你只需要假設像我需要知道說這裡到這裡是多高，然後我們這樣就可以進去 3D 軟體，很快就可以量出來。所以快速掃描就是因為它距離比較遠，所以它
抓的特徵點比較多，所以在跑的時候比較不會丟失特徵。然後我們測試比較大的東西，因為它距離真的抓比較遠，所以它特徵相對比較不會像 HDE 那麼容易丟失啊。就是因為 HDE 相對它還是距離會比較近，所以如果你的特徵在整個平面不明顯、沒有標記點的情況之下，其實還蠻容易丟失的。然後混合 HD 大概就是把這兩個的優點把它結合在一起，所以它就是有相對比較遠的距離，然後再加 HD 去拍攝。好，再來，它還有一個蠻厲害的模式，是我以前沒看過，就是彩色拼接。然後大家就會有疑惑說，這個彩色拼接跟我們特徵掃描的彩色模式有什麼不一樣？在特徵拼接中，如果你是像一整個平面，然後它上面是有顏色，可是你以它這個掃，因為它還是平面，所以對於它來說是找不到任何相對的特徵可以去把畫面疊起來。啊，彩色拼接的原理是在於它是直接用顏色去當標記點，所以它可以很輕鬆的標記出來。所以如果你是在形狀很複雜，就是特徵蠻多的，你用彩色掃描應該就沒有問題。啊，像這種圓柱體的啊，像這種圓柱體，它在掃描之後可能很容易丟失。好，那我們就實際來測試看看。好，我們這個開始旋轉，在這邊都還不會有太大的問題。然後在我們開始上下的時候，就是像我們這種圓柱，然後特徵不多，然後就很容易到某個位置的時候，它就找不到，因為我們這圓柱嘛，所以上下一樣，所以它整個就會變無限延伸。它以為我是一直往下。就會變成這個樣子。那我們來試試看它的彩色拼接模式。彩色拼接就是我這樣可以旋轉，然後我們再上下，好，然後我們用彩色拼接的話，可以看出它就不是靠特徵的方式，它是靠這一些圖案的顏色，然後去做我們的拼接。所以可以看到它整個效果看起來就比較好了，而且這些我們都是沒有使用標記點的情況哦。因為像如果你要掃這種東西，然後你又不想破壞它，因為標記點畢竟還是個貼紙啦，再怎樣粘還是會有一些殘膠在上面，所以它這個模式很適合就是這種彩色的，然後完全沒有特徵的東西，然後把它的上面的貼圖抓出來。這兩個模式就是在我們這裡我比較不會用到啦，所以我們就是大概體驗一下就好。然後再來這一個就是它號稱最厲害的地方，就是雷射掃描，可以對黑的物品做掃描，而且是可以清晰的出來。但是我是很懷疑啦，那我們就先來試試看。好，然後可以看出就跟之前一樣，就是黑色的地方它完全把它當空的，所以只有殼而已。好，那我們剛剛那個模式不行，那我們換深色模式試試看。好，就是這樣。好，然後這樣弄起來有好一點，但是還是一些黑色的地方特徵還是不見的。好，再來我們要來用雷射掃描。雷射掃描它只有這兩個模式可以用，就是這個標記點拼接，還有全場域標記點拼接。好，標記點拼接就是我們要一張這個黑底的，然後上面有一堆標記點，讓它去知道我現在的三維坐標在哪裡。对，它就會這樣放在上面。好，一樣我們選深色物品。好，那我們開始掃描。好，然後我們把它掃描的時候，我們先大概掃描，等一下我們再來詳細掃描。我們先讓剛剛大致隨便掃描一下，可以發現這些這種黑色的紋路的生成，它都有跑出來。那黑色，如果你之前它是整個看不到這些邊線的，然後這些紋路，然後像這個美沃奇的這個浮點，全部都在上面，
真的是有夠誇張的。好，那我們一鍵處理看看，這樣子細節是相當的多啊，保留的相當多啊。好，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實戰。我們就是這一次就是少一支這一支電動工具，然後還有這種薄的。然後像這種薄的啊，跟这個我們有研究出一種不錯的方法，分享給你們。就是像這個我們一樣，下面背景有這個特徵點。然後我就是用這個東西，就是我印了2個圓柱，把它墊高。所以我們等一下掃描，就是我們這樣放着墊高，然後放上去。然後我就開雷射掃描，然後這邊側面的我們就大概掃到2/4、3/4的位置，把它做一面，然後我們等一下再翻過來，再做另外一個檔案，然後我們再讓它自動融合。然後扁的話，因為像這扁的東西，就是你要掃到這2/4、3/4，其實它會判別不出來，所以我們這個就是要掃3次，就是這一面掃1次，然後這一面掃1次，然後它的魚的背再掃1次，基本上也都能拼裝起來。好，那我們就先來掃描這個了。好，等一下，这边看多，好了，慢慢的翻过来。好。好，那我們這樣子2面就掃描完了，然後我們就是在應用它軟體裡面的功能。你看，我們就是掃到大概2/4、3/4的位置，就是讓它等一下拼接的時候有一個依據。我們墊高是我等一下在切割的時候比較好切。然後這裡我們剛剛實驗了一下，我覺得很麻煩的地方就是一進來它會一鍵處理完，它會先產生這個檔案。但實際上，因為我們要切割嘛，所以我們要先點原始的點雲檔，然後這時候再切割。我很常就是一進來就很開心的切完之後，發現我沒有切到點雲檔，然後又再重按1次。然後我們這邊切割就是這樣，很簡單，就是把我們剛剛墊高的地方稍微隨便畫一下切掉就好了。切完之後我們就存檔。然後我們的檔案就會像這樣子，然後這個也是一樣，然後這樣我們這2個檔案，我們就正面反面的檔案我們就好了，然後我們就來用它的合併對齊，然後我們就來見證奇蹟了。好了，你看，完美的合起來了。好，我們這裡就是進行一些常規的補償圖，就是把一些奇怪的地方切掉。像剛剛這個圖我沒有切得很好，所以我們就是在這裡，我們先把它切出來。然後這邊因為我們只是要它的輪廓，所以我們就偷懶一點，我們就是讓它填洞，用曲面的方式，然後把它填洞起來。然後就會偵測一堆洞出來，那我們就偷懶，我們就全選就好了。好，然後我們這樣就是掃描了，然後就可以跟我們這個實際比对，看，根本就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，這些該有的特徵都在上面，這種小小的鈎啊，然後這個圓柱啊，然後這些它這個電動工具的。然後它上面的一個它的 mark 的這些 mark 都很清楚，沒握起的這些 mark 都很清楚啊。好，那我們有了這個，我們就好處理了。我們就是用這個，然後再進去我們的3D 建模的軟體，然後來做出我們的字距，然後就可以讓我們這樣掛在工具牆上，就是符合它的形狀，然後我們就做一個這樣子，我只要可以這樣收放的。好，再來，我們這些電動工具都有很明顯的側面，所以基本上只要掃2次就可以拼接出一個完美的模型了。然後像這2個啊，比較薄的，我們在拼接上遇到一個問題是，如果我們只掃這2面，
基本上拼起來就是會有一個很奇怪，就是它會去找一個對稱點，看它就會變成找像這個地方，因為它這裡脖子都是大概是一樣的，所以它就把這裡當相同特徵把它拼起來，所以你看扳手就變一個很奇怪的樣子。所以我們後來就是又再掃一個它的這個魚背，它的背面，然後大概掃就好了。好，然後我們有了這3個檔案之後，我們就是再對齊一次，然後就會拼出一個完美的扳手了。你看，看起來就像真的一樣，就是好像從這裡直接搬進去電腦螢幕裡面。好，然後再掃這個啊，這2個啊，這個其實我第一次就成功了，因為我是選金屬反光。然後我後面再掃這個太鏡面了啊，因為它那個是一堆線掃描嘛，所以它是抓那個雷射的焦點。啊，因為這個焦點就是它射到的時候被這個太鏡面的東西反射掉了，所以它等於它找不到特徵。後來這種真的比較亮的東西啊，我後來是拿那個面粉，然後把它鋪在上面，就是拍一些面粉，然後拍上去，然後我再掃，它那個反光就不會被反光，我掃起來就很快了。像用痱子粉啊什麼應該都可以，就是痱子粉，然後再加粉撲，稍微拍一下，讓那個反光面不要那麼反光就好。因為只要大概像這種程度，就是有一點消光的感覺就夠了。好，然後我們剛才已經實驗了嘛，我們也找出了一個好方法，就是像這種就是比較立體的東西，這樣2面我就可以完全的把這一個形狀完全複製進去電腦裡面。所以這些電動工具還有這些電池，我一下下就完成了。然後像這個，如果你是這種金屬色的，你就是注意有沒有太反光的地方，就是掃描起來如果不太容易成功的話，就是稍微打點粉在上面，讓光不會被散射掉。啊，這種就一次就成功了。好，那我們就是這些工具都用好了嘛，然後我們就來電腦進行建模，然後把這一些電動工具都吊上去，讓我的工具牆看起來比較充實一點。好，好了，這一次有這個3D 掃描的幫助啊，我靠，我這樣一下下工具牆的工具就瞬間把它都弄上去了，而且真的花的時間真的不多，就是掃描大概花了5-6分鐘，掃描拼起來。然後再去建模軟體把它校正，然後這樣子我們就有一個很基礎的東西，這樣我們就在設計我們的字距的建模的時候就方便很多了。好啊，既然是評測嘛，總不會全部都是優點啦。剛開始在用的時候啊，因為它是電池可以插着，然後靠無線嘛，這個就是你用完記得要把電拔掉。啊，我們常常就是掃描完就把它丟着，然後隔天要來用的時候，電池自己耗盡了。所以它這裡是應該是要可能插上電源之後，它這邊再開機可能會比較好，或者是幾分鐘都沒有連線的時候，它就自動關機，不然它就是一直在等待有人去連線它，然後傳送訊息，然後現在放一整天，它就自己就沒電了。然後軟體的話，不知道是我電腦太爛還是怎樣，就是我用無線的話，它大概到3000幀的時候，它那一個畫面就會變得比較慢，就不會像一開始幀數比較少的時候比較順暢，就是好像看着真的我們繞着這東西。然後如果是直接插有線跟筆電直接連接的話，我們大概在4-5千幀的時候就開始會感覺明顯它很lag，我們在移動的時候它就沒有跟隨我的手了。然後再來就是如果這軟體一直開着狀況啊，就是我們一直掃好幾個檔案之後，你就會慢慢發覺本來可以到4000幀lag，現在看3000幀、2000幀就開始lag了。這時候軟體整個重開之後，就恢復又跟一開始一樣，所以可能是它軟體的記憶體釋放可能還是要再改善一下。好啊，這一次應該加了雷射線掃描，所以基本上比較沒有遇到什麼問題。有問題就是標記點可能不夠多而已。然後再來就是下次我覺得它可以再改善的2個點，一個就是我們在掃扳手的時候，我不是說高鏡面反光的，它基本上是掃不到的。然後還有一種是像這個，如果是玻璃狀況，
然後你把手貼在這上面，你覺得玻璃會被掃進去嗎？它只會掃到後面的手，然後它沒辦法掃到玻璃這一塊，除非是像這裡有顏色的地方，它可能會看到，不然這個整個透光的，其實它是找不到的。所以他們下次可以改善的點就是鏡面跟透明。我希望他們有什麼新技術去突破它，這樣子基本上該遇到的都可以遇到了。好，那些優缺點講完，然後我們來聊聊我們這一次在做這個掃描啊，我遇到一個很好玩的現象，就是我們掃描的電池，這個電池座啊，像這個電池啊，其實我是第2版才完成的。然後我們在掃這顆電池的時候啊，我掃完之後，我在建模軟體裡面啊，我把這一個輪廓截取來之後，然後把它往外偏移0.5哦，0.5 mm 其實是很大的哦，這裡到這裡其實就是有1 mm 的空間的。我就依照這一個形狀，然後我們就列印出來了。然後列印出來之後，我測試我就沒有拿到原本這一顆，我就隨便拿一顆，然後我就塞下去說，奇怪，怎麼那麼擠？然後我就想說，應該是掃描公差有點問題吧，所以我就再把這個再加大0.5，所以其實基本上它就已經這個是有2 mm 的空間了。然後這是我們又新印的，然後我就放進去，好死不死，有夠鬆的啦。然後我就想說放下去這麼鬆，好，那我們再拿第1版的出來，再把它塞下去，喲，哎，還蠻剛好的啊。然後呢，我就把我全部電池都拿來試第1版的。就是有夠誇張，有個你看這個超緊的，這個要用力才插得進去，然後這一個是放進去，也是要用力，然後這一顆就比較剛好是吻合的，就稍微推一下就進去，然後這個一放就進去，所以證明了我們建模是沒有問題的，是它電池公差太大啊。我們也不能說是美沃奇公差太大啦，因為那些電池其實我都用一段時間，可能也是它稍微膨脹，然後那個塑膠殼稍微被撐開，也是有可能。因為那一顆後面掃描那一顆其實我比較少用啊，因為我們頻道是比較實務的嘛，所以我們也不要講的天花亂墜。因為這個掃描也只不過是第一步，你看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在後面，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去建造我們的3D 模型出來。像這一次我就是利用它把我們的電動工具量起來，省了我很多量測的時間。然後如果你是本身就有在玩 3D 列印啊，還有在設計 CAD 的人啊，其實這東西你就很快就上手了，然後你會很快就理解到它的價值。如果是第一次接觸的新手也不用怕，因為它本身它的軟體啊，然後再加上這個多光源模式，其實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不講求細節的話，把你的模型掃描直接丟到 3D 列印，其實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。反正它真的多出一些，你到時候印出來它一定是掉到旁邊去嘛，那也不用擔心。好，以上就是我們的評測心得。這一台最近在嘖嘖有在募款，我們的資訊欄下面有募資的連結，在嘖嘖那邊其實還是有一些詳細的規格介紹，再看一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求。那以上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咯，謝謝觀賞。